请世子爷再踢教门。日后君不惧内，妻不示弱，双双恩爱到白头。请夫人下轿。吉时已到，请世子爷先教帘。护手不可有不妥。此物不隔水，烹验之时多半会被湿水伤了手。烹验之时禁止喧哗，出去。走走。闲杂人等退后。徐和，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。是。记：死者林大兴，男，身长约5尺6寸，全身肿胀，长满尸斑，头发脱落，双目突出，唇口微张，唇齿间有黑褐色血块。七窍中有蛆虫，因死于暑月，大约5日左右。伤损处血印分明，左侧胸口有圆形青黑色血印，初检时未做记录。记：为何要用水冲那尸首啊？茯苓，茯苓，快来，快！小孩动刀了。华大人，仙九真的把尸首的肚子剖开了，肚子里什么样啊？好了好了，我不问了，你吐吧。七哥是不是成仙的？怎么刚好挡住啊？连徐武座都吐成这样，小耳到底干什么了？哎，别看了。现在心脏破裂，找到死因了。徐和，出去吐了。
世子殿下在这多久了？一直在。完了，方才他一直在试探我吗？是不是已经怀疑我了？方才怎会随手就帮他擦了汗呢？他不会误会吧？世子殿下，我擅仵作之事，不便被别人知道，还请殿下为我保密。好。九娘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民女已经查明，死者林大兴就是被圆形钝物击中左侧胸部，心脏破裂而亡。世子殿下不必误会，已将验状写好。人这是何意呀？哎呦，秦老夫人，这都怪我们年轻时候不懂事，和府上二夫人一时戏言，结了什么儿女亲家。老夫人，您能不能做个主，把我们的婚约给取消了吧？你真是难为老身了。虽说我们秦府并未分家，可我作为继母，怎好插手二房的家务事呢？是。夫人，你也晓得，秦二爷非我亲生啊，这么多年未回家，他女儿的婚事，我可做不了主。可二夫人去世的早，那九娘子一直养在药王谷里头，爹娘少教的，这10几年下来，还不知道是什么脾气秉性。夫人放心，等二爷回来了，我定会跟他认真商量退婚之事。我们忠永侯府绝不会因为儿时的一句戏言，坏了晚辈的终身大事啊！祖母，臣儿有事禀报。他怎么回来了？孙女秦婉拜见祖母。奴婢福临拜见老夫人。夫人，母亲，这个福临是伺候九丫头的奴婢。二房去年送年礼的时候，我见过。抬起头来，你真的是九丫头吗？祖母，我真的是婉儿啊。这是父亲的印信，请祖母过目。彩荷，早不回来，晚不回来，偏偏孙女归乡途中遭遇船难，父亲为救我而允身不恤。若非父亲舍命相救，孙女今日就见不到祖母了。这小娘子也太惨了。对呀。祖母，这确是二叔的私意。你说这才走了几年呢，怎么人就没了？哎呦，我这可怜的儿啊！老夫人，既然府上有事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这玉佩物归原主吧。告辞，告辞。哎，这，赶紧把这玉佩送回去，这婚不能退，快！我的可怜的儿啊！哪有这样当场悔婚的嘛？太不给我们秦府面子了。娘子，娘子，老夫人，我家娘子晕倒了，快请大夫呀！娘子，娘子。娘子，你可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真晕过去了呢。我不装晕怎么收场？你怎么才回来？你一晕过去，我就被抓去给老夫人问话了。他们都问了什么？无非就是咱们之前编好的那一套呗。回老夫人的话，药王谷的神医说娘子的身体已经大好了，二老爷就想带着娘子回乡祭祖，结果没想到路上遇到了风暴，船翻了。二老爷为了救娘子，被一个浪头给卷走了。娘子醒过来的时候，二老爷人都已经没了。娘子没办法，只能找人帮忙就地安葬了二老爷，一路忍饥挨饿才回
二老爷和他们的关系不近，他们又多年未见过娘子，要不然啊，真不好糊弄。那就好，你说说那门婚约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我们夫人生前和霍家定下的。那个时候，霍大人好像只是个小县令，他们肯定是想借着这门娃娃亲攀上秦家长房中永侯府的关系。后来二老爷带九娘子去药王谷治病，去年他过世后，二老爷过于悲痛，一直没有通知秦府。如今霍大人已经成了知府，他们肯定就看不上这门亲事了呗。切，真是一群背信弃义的小人。如此更好，没有了这门婚事，日后我们就更好谋划。只是当众被退婚，有损秦府颜面，老夫人不敢得罪霍知府，定会拿我撒气啊！日后你也要小心点。娘子放心，我是从小被卖到秦府的，对付他们我有经验。昨日方舆，今朝佛地，普安到此，百无禁忌。昨日方舆，今朝佛地，普安到此。这应是老夫人嫌我晦气，特意在此做法事。老夫人怎么能这样？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你们干什么？老夫人有命，福临私下非议主家，要立刻发卖出府。福临自有我来管教，还轮不到你们动手动脚。这才进府几个时辰呐，竟连我的话也敢驳了？你眼中可还有长辈啊？孙女不敢，还请祖母息怒。福临陪孙女千里归家，对孙女有不弃之恩，还请祖母看在她年少无知的份上，饶她这一次。奴婢错了，奴婢不敢乱说话，求老夫人饶命。老夫人，法事刚刚开始，此时处置他们未免不急，不如缓缓再说。也罢，念福临护主有功，今日就饶你一次。和九姐儿对下人疏于管教，从今日起就在这院中抄经，为你父母祈福，学阅历1年，待日后懂得何为孝道，再出来见人。今晚多谢祖母恩典。都是奴婢的错。没事，这不怪你。老夫人若想惩治我，她有的是借口。福陵，九娘子是我在药王谷最好的朋友，我与她一样，视你为姐妹而非奴仆，所以你在我面前不用自称奴婢。娘子，可是没有阅历，咱们这一年该怎么过呀？放心，老夫人就算是为了她那人善的名声，也不会饿着咱们。二叔，你与我爹娘都叫我不要报仇，但一日未让杀害你们的真凶伏法，我便一日不能安心苟活于世。还请二叔恕我借师妹之名，行险峻之事。老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听您的话，好好照顾娘子，永不离开。你大哥这个钟永侯，如今在京，深得太子器重。平日你跟他多走动走动，替琛儿也谋个职位，别整天在后院瞎胡闹。大哥哪有功夫搭理我呀？虽然都是一个爹，但人家是原配长房嫡子，我是继室所生，和人家隔着肚皮呢。哟。娘，那又怎么样？8两银子，那他也得叫我一声母亲。这老宅
不是还得靠你支撑着门楣？别整天记事记事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记事养的。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？父亲，莫要惹祖母生气了，听祖母的安排吧。去。老夫人，九娘子来给您请安了。不见。老夫人，今日是二老爷的忌日，九娘子一早就去祭拜，才刚回府。您还是见一见吧，省得不知根底的外人借此说您总偏心三老爷。真晦气，让他等着。九娘子，老夫人正和三老爷在说话，您稍等一会儿。知道了，多谢彩荷姑娘。晋王在天牢里畏罪自杀，不是说没找着实证证明他杀了瑾妃吗？怎么就自杀了呢？还不是那个大理寺卿是沈毅做的手脚。哎，娘，我听说啊，那个晋王行凶的凶器也是让他给藏起来了。哎，要不是他那个叫李慕云的徒弟秉公上奏，这事儿啊就被他和晋王两个人联手给糊弄过去了。沈四卿素有沈青天的名号，是出了名的清官，刑狱大家，他怎会帮晋王做出如此贪赃枉法之事啊？实为不智啊！官场上的事儿你懂什么呀？啊，那沈毅若是清官，携家带口，他跑什么呀？我听说圣上就是因为他畏罪潜逃，才气得勾了满门抄斩。不过跑也没用，听说遇上了大风浪，全家都死了个精光。什么沈青天，背后还不知道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就是罪有应得，自有余苦。天底下哪有什么青天大老爷呀？沈毅不过是借直司之便，干了些讨好升斗小民的事情，积累官身而已。说到底是个沽名钓誉之徒。娘，您说的太对喽。我爹绝对不会与晋王勾结，是谁陷害他？是李慕云，还是圣上为何轻信人言？晋王为何要自杀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不行，我要进京，必须马上进京。哎，老夫人可是累了，奴婢这就换人来接我们回府。难得能够这么自由自在的，这要是让侯爷知道了，我以后就别想再偷偷出门了。想当年，我陪着老侯爷，我们去行军。老夫人，哎，老夫人，哎呀，老夫人你怎么了？老夫人你醒一醒！这位小娘子，快去帮我喊个大夫来。老夫人，小娘子啊，你还是赶紧给家里捎个信儿吧。老夫人，不会的，我家老夫人方才还好好的，求求你们帮我找个大夫。老夫人，把老夫人放平躺倒，快！你家老夫人有风邪旧疾，半年前病症加重，适才身僵不遂，舌僵喉阻，脉色气郁，是风邪入肝的风疫之症。是，记住我的手法。拿纸笔来，继续按。按照我写的药方，1个时辰之内给老夫人煎服而下。按照我的手法继续按，若有会失针之，针灸最为有效。天黑之前，若能发一次大汗，便算躲过这一关；若不能，7日之内给老夫人准备后事吧。谢谢。娘子，你去哪儿了呀？我和彩荷姐姐说你荷包丢了，去寻了。
早上老夫人没见着你请安，可生气了，又罚你禁足呢。福令，我是沈婉，不是秦婉。嘘。娘子，以后这话可不能乱说了。我爹没有和晋王勾结，更没有畏罪潜逃。他和我娘是被人所害，我亲眼所见的。我也知道，沈大官人是个实实在在的清官好官，所有污蔑他、陷害他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要去京城，找到我爹娘的尸骨，为他们洗清冤屈。好，我这就去求老夫人，让她放咱们去京城。他不会让我们离开的，我会自己想办法。但我不能带你去京城。我爹和晋王的案子关乎生意，比我以为的更为凶险，你还是留在这儿比较安全。婉儿姐，自从我到药王谷，是你手把手教我怎么照顾九娘子。九娘子过世之后，也是你把我留在身边。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本事，不能帮你做大事，但是我能陪着你，我能照顾你呀。而且我在二老爷灵前发过誓的，我这辈子绝对不会离开你。你要是不带着我走，我就算自己走，也要走去京城找你。快起来。不是说好再也不哭的吗？我答应你，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分开。祖母，这些料子好倒是好，可还是不如祖母库里的那匹洒金的暹罗纱。你倒会挑，那是御赐忠永侯府，和咱们三房的同共就3匹，哪轮得到你用啊？祖母，这安阳侯府可是全荆州最高贵的门第，这次婚宴难得请了咱们，孙女穿的好些，不也是为了咱们秦家脸面上增光添彩吗？哼，我还不懂你这点小心思。罢了罢了，让你母亲缝2套漂亮的裙子，可要好好的穿，千万别糟蹋了啊。你们若能得了大长公主的青眼，日后那好亲事自然就找上门来了。香儿，还不快谢谢祖母？谢祖母，谢谢祖母。祖母对香儿最好了。我还不懂你。老夫人，安阳侯府的永宁郡主特来拜访。哦，快快请进。哎，老身见过永宁郡主。老夫人请起，不必拘礼。老夫人请坐吧。郡主请。郡主今日前来寒舍，所谓何事啊？绿秀，奴婢绿秀特带大长公主前来感谢九娘子的救命之恩。九丫头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给我一个吧。九娘子，九娘子，快换身衣服去上房。安阳侯府的永宁郡主要当面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呢。永宁郡主？我没救过什么郡主啊。九娘子前几日是否在街上为一位老夫人治病？那位老夫人可是安阳侯府的老祖宗，大长公主。永宁郡主是大长公主嫡亲的孙女，她亲自带祖母过府拜谢呢。哎，你们2个别忙了，过来替九娘子把水桶收走。是，快。
请彩荷姑娘先行一步，我一会儿就去。是。娘子，你救的是大长公主，是圣上的亲姑母。我当时只是觉得她身家富贵，不曾想到身份如此显赫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快点回京城了。那你快去换衣服吧。不换，我就穿这身去。我要让永宁郡主看看，我在秦府究竟过得如何。孙女秦婉给祖母请安。穿这么寒酸，真给咱们秦家丢脸。小九，为何来得这般迟啊？还不赶紧给永宁郡主请安？不必多礼。九娘子，可还记得他？是你，你家老夫人身体可还安好？幸亏娘子医治及时，我家大长公主好多了，婢子特来代为致谢。哎呦，她懂得什么医术啊？纯粹是碰巧罢了啊！哎呀，九丫头回来也不曾见你提及那日发生之事，你看，害得绿袖姑娘找了你好几天。人找对了就行。九娘子，跟我走吧，我祖母还等着你复诊呢。既然郡主亲自来请，你可要好生伺候大长公主，万不可逞强惹事啊！郡主，仙儿也想去给大长公主请个安。你去做什么？我祖母又不认识你。九娘子，请。母亲，哎呀，好好好。郡主在看什么？你好小啊，我从没见过如此年轻的神医。医道高低重在天赋经验，并非年龄长幼。更何况，我从小在药王谷长大，医药同修，自然见识不同。这么说，你是医道上的天才，刚好我是武学上的天才。我爹说了，我要是男儿身的话，肯定比我那些哥哥们强多了。我爹也常惋惜我是女儿身，否则必使国家动荡。那我们这是天才吸天才，总算是遇到知音了。你这还没付钱呢！冰爷，冰爷，你不能拿！走开！这冰爷别欺负人呢！冰爷，家里还有老人等钱买药呢！冰爷，爹是你几只鸡怎么了？你看这么欠揍！走开！放开你！冰爷，郡主，你快下来！出来啊！干！朔西军来了！这看起来像是上过战场的士兵，都是杀气凛然，与各州府兵全然不同。他们是朔西军少帅的黑甲卫，少帅在朔西浴血奋战，使戎狄闻之色变，所向披靡。住手！你们什么人？朔西军规，所到之处凌虐其民，所犯者斩之；窃人财物以为己利，所犯者斩之。斩？你朔西军规与我荆州守兵何干？悖逆长官，不听所令者，斩！你敢！
将他的尸身送给驻军守将，告诉他，自己的兵若管不好，就由我燕池替他管。是。玉，军爷，谢谢军爷，谢谢军爷。这就是朔溪军少帅，我表哥，传说中的战神燕池，10岁就进军营，15岁起年年立头功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确实厉害。谢谢军爷，谢谢军爷。老夫人，世子殿下回来了。姑祖母，小七给您请安。老顽童，这把岁数了还不消停？过来，这朔溪军戍边军务繁重，你父王怎么放心让你跑过来呀？那姑祖母猜啊，你肯定是自己偷偷溜过来的，对吗？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姑祖母。我与父王在军务上产生了一些分歧，我一时气不过就跑回来了。你父王又打你了？为什么你父王总是不懂得父慈子孝呢？我已经习惯了。只怪你母妃她离世太早，你父王膝下也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陪伴他，你就看在他孤单了大半辈子了，啊，让着他点吧。他不需要我让，在他心中，恐怕我这个儿子还比不上朔溪军半分。七哥，几年不见，你真是越来越威风了，在市集上那叫一个杀伐果断，甚有威严。怎么，豁牙儿都长这么高了，让七哥看看牙长齐没？不许叫我豁牙儿，而且我的牙早就长齐了。哎，七哥，你怎么走神了？不是瞧不起我？我看这位娘子有些眼熟。这是秦家的九娘子，你怎会认得？民女秦婉见过大长公主。哦，你就是秦家的九娘子。过来，过来，小一仙，离他们两个远点儿，别被那两个猴伤着你。前几天我在大街上犯了老毛病，幸亏啊有你救治，若不然小七啊都见不到他姑祖母了。当街救人，敢问秦九娘子师承何处？民女自幼在药王谷长大，药王谷众医患皆为我师，所以姑祖母就称你为小医仙。小七，哎，这回来荆州，可以陪我多久呢？姑祖母放心，嫁表兄大婚，我定要好好吃顿酒的。这就对了。对了，小医仙呐，我长孙大婚之日，你也一定要来参加，我会发帖子给你。多谢大长公主，只是我夫孝未满3年。我们是将门之家，不计较这些，就当你来陪我说说话，我们俩把门关起来，偷吃度食。好，那我听您的，但您今日也要听我的。时辰不早了，我该给您诊脉施针了。哦，行，那我再跟七哥出去练练。哎，我还要陪姑祖母呢。施针时，闲杂人等不得在场。听到了吧？走。娘子，娘子，你快看，我领到新衣服了！哎，太好了，终于不用穿这身带补丁的了。
这屋子也太大了吧！娘子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听兰院可是秦府最好的院子，现在居然成咱们的了，简直跟做梦一样。这些本就不是我的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九丫头，哎呦，九丫头，三夫人，九娘子，九丫头，怎么样啊？这院子住的可还合你心意？多谢三夫人。叫三婶儿。三婶。哎呦喂，你瞧瞧我们这九丫头啊，声音真甜呐，这容貌，这身段，那更是荆州第一。难怪大长公主都这么喜欢你。你三婶我呀，这一年忙的是脚打后脑勺，竟是把给你准备好的这些东西都忘了送过来了。快瞧瞧，可还喜欢？我用不了这么多，留着，换着戴。等明天啊，穿戴好了，让大长公主也高兴高兴。多谢三婶。哎，一家人别这么生分。好了，三婶啊，就不耽误你用功了。来，你们都跟我来啊，把这些都放那边去，都放在这儿。对，赶紧放那儿。哎呦，这孩子真好。见过世子殿下。参见姑祖母。民女参见世子殿下。小七，你不在前庭习坐，跑我这儿来干嘛呢？你看看，你把人家姑娘弄得多拘谨啊！我与秦九娘子既是初次相识，为何九娘子似乎对我有一些忌惮？民女前几日才见殿下武功高强，执法森严，心中自然生畏。我朔溪军人的凶狠，只在对敌之时，绝不伤及无辜之人。秦婉多谢朔溪军保家卫国，保得身后千万家平安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去前院坐着，好不好？两个在这里客套来客套去的，我累得慌。这宋家队伍还没到，我陪您坐会儿吧。哎，怎么会还没到呢？集市都过了吧？我心里头不踏实。去，到外面再看看去。去看看去。是，姑祖母。丫头，来，坐。我说你这个孩子，明明是个爽快人，但为什么偏偏多思多虑呢？您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呀，活了这么大年纪，如果再识人不清的话，那不就是白活了吗？其实啊，你在秦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在我找你之时，就通通都打听过了，也难怪你说话行事一步都不敢错。幸好我们这对老少有缘分，从今以后，我能护你多少，我就护你多少，免得看你把自己弄成个小老太婆一样。要高兴，笑。多谢大长公主，有您这句话，无论我心中有多少委屈，都烟消云散了。父亲，儿奉命迎亲，业已平安迎回。小侄魏延之奉宋国公之命前来送驾，已安然送到。贤侄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佳儿，你也辛苦了。
新娘到，吉时至，请世子爷踢轿门。请夫人下轿。去好，海峰，你们几个带老夫人回去休息。哎呀，快快，扶好！慢点，慢点儿。小柔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下午明明还和你说过话呢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一路上只有你一个异姓外人，是你杀了小柔！荒唐！我奉命迎亲，是给宋国公府脸面，我何曾见过新娘？娘子，我们快走吧。先看看，送亲的人是你，你还有脸质问我？好好的心腹死在喜轿里，你是来送亲还是来送命的？我与宋柔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可能会害她？一定是你岳家不满这门亲事，才会杀我妹子泄愤！我有何不满？说我不满，又怎会出城亲自迎亲？行了，白风，命黑甲卫与安阳侯府侍卫即刻守住此处，不许任何人擅动。是。小柔还没有嫁进安阳侯府，身后事理应由我们宋国公府做主。我要带她回京城。来人啊！魏府尉，宋娘子是安阳侯府世子妃，圣上指婚之日便身份已定，安阳侯府自会为她讨回公道。所有宋家之人一并留下，未经查明者，不许任何人擅离安阳侯府。你敢！这世上还没有我焉止不干之事。带走。心腹在宋家途中死亡，宋家之人嫌疑最大。这朔西军少帅果然有些头脑。娘子，快走吧，一会儿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。这兴许就是我破局的机会。小柔，是我没用，是我保护不了你，连带你回家都不能，早知会遭此横祸，就不该强送你来呀。佳儿，先去看看你祖母，他老人家必定很担心你。父亲，我当真未曾做。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在尚未洗脱嫌疑之前，为保我安阳侯府名声，委屈你在家休息几日。我要出门。父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客人们想走又不敢走，都在乱打听呢。你们安排车轿，送所有宾客从西门离开。据说今日突发变故，我安阳侯府改日必登门致歉。是。霍知府，心腹乃圣上钦点的世子妃，如此暴亡，着实令人心痛。此事事关两家公侯，劳烦霍知府费心，尽快查出真凶。侯爷放心，下官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
那个，请魏府尉收敛心绪，稍后还要配合官府调查。知府大人，这是把我当作嫌犯了。没，我奉宋国公之命为小柔千里送嫁，她一路平安康健，为何到了荆州地界却丢了性命？分明是那岳家有心加害，知府大人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？魏府尉误会了，下官定当秉公办理，查个水落石出。知府大人，速速盘查送嫁之人，一个不能漏掉。是。请魏府尉先行回府歇息吧。所有送嫁之人，起来，跟我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殿下。霍知府来的正好，喜教与尸身不宜在此地久留，还请尽快安排勘验。殿下，下官已安排好勘验之事，眼下盘查疑犯是当务之急，劳烦殿下在此看护一二。这知府大人为何不先勘察喜教和尸身？若是损坏了证据，他也难逃其责呀！真是个蠢人。娘子，这事你真别管了。要是大长公主知道你一个女子还行仵作之事，厌弃你怎么办呀？可就没有人替我们撑腰了。不会的，若是我们破了此案，对我和安阳侯府都有好处，你不用担心。主子，大风，命黑甲卫分班巡查，凡在喜教与围墙周围滞留、打探、偷窥者，一律驱散，但不得伤人。是，把这里给我围起来。是。黑甲卫听令，背对喜教。是。奇怪，若新娘在轿内被砍头，鲜血飞溅而出，血溅痕迹应喷射达至棚顶，但这些轿顶和四周不围窗棂上的血迹，血滴尾尖，且长似甩痕。嫁衣衣领上的血迹也不对，若被砍杀，为何血量残留如此之少？只晕染领口。是了，喜教绝非凶杀现场，只怕被人伪造过。你们几个先把尸身送去义庄，然后把轿子抬去府衙。不可！秦九娘子，你怎会在此？几位大哥，眼下这尸身和喜教都动不得。须得等勘验之后方可挪动。官府办案，你一介女流，休得聒噪，速速离开。若是未经勘验就挪动喜教和尸身，物证难免遭到损毁。不知几位大哥可愿承担罪责？秦九娘子，你身为闺阁女子，难道就不懂得何为恭敬矜持吗？当众对官差指手画脚，就不怕被人耻笑家教？想不到霍公子竟如此熟知规训，难怪跟着知府大人习学这么久，却仍不懂勘验之重。原来知府大人是因材施教，把公子当闺女养大的。谁
谁在笑？谁在笑？不能笑，我没笑，都闭嘴！秦九，我知道，你至今对我们家退婚之事耿耿于怀，但你越是这般纠缠于我，我就越发不会回头。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听到霍公子这么说，那我可就放心了。幸亏公子不肯回头，否则我还真无颜面对先言呢。走，你，竟然走了，是在他到底发现了什么？愣着干什么呢？啊，牛车呢？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运走，快点！吴少帅军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我无妨。霍公子，在下霍宁，拜见殿下。霍公子就是霍大人委派的勘验之人。家言只是命在下把这个轿子和尸身抬回府衙和义庄，另有属官和仵作行勘验之事。你们地方州县勘验一贯如此？在下所见皆是如此。那若是口供与勘验对不上怎么办？哎呀，那当然是以口供为主了。这勘验哪有十足保准的？黑甲卫会护送你们前往府衙和义庄，沿途务必谨慎，不许丢失和遗漏任何物件。结案前，你们都在那里。是。娘子，那个案子你还是别插手了。幸亏今晚那些黑甲卫没发现我们，要是把我们抓住了，发现你真实身份可怎么办呀？你既然救了大长公主，咱们可以去求她送我们到京城啊。父亲有那样的污名加身，我在京城又举目无亲，连真相都无从得知，又谈何平冤昭雪？可你有医术呀，只要咱们到京城再多救几个贵人，那不就可以？哪有那么多贵人恰巧在街头发病？自从得知父亲被污名加身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自己该怎么做。我要让大长公主像信任我的医术般信任我的仵作之能，举荐我以刑名幕僚的身份入京。可您是女子呀，哪有请女子做幕僚的？女子又如何？我就要做这令全天下男子都自愧弗如的第一女仵作。可是，这无头新娘案牵扯的都是公侯人家，我们哪位都得罪不起。万一宋国公或霍知府对你的查验不满意，我不需要所有人都满意，刑狱之事更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我只需让大长公主信我即可。父亲既教会我勘验之事，我就要凭自己的本事，为父母洗清冤屈，让杀害他们和秦二叔的人认罪伏法。谁能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就让谁满意。我都听娘子的，你不怕，我就不怕。查得如何？那秦婉真是秦家二房的孤女？确实是。根据线报，二房秦良生平仅得秦婉一女，生下来就体弱多病，6岁丧母过后就被送到药王谷进行医治，去岁病愈才出谷返乡，来历清楚，并无不妥。那药王谷只留平民驻谷研医，禁止泄露病患消息，咱们的钉子都楔不进去，他为何能一住10余年？说是这个秦良一生无心仕途，痴迷医道，而且经常为百姓送药义诊，坊间有如意之称，和药王孙熙又是忘年之交，好友的女儿自然是可以常住了。想不到野心勃勃的钟永侯竟然有个视金钱如粪土的弟弟。钟永侯府名义上虽未分家，但秦良与另两房走得并不近，倒是季夫人所生的秦安和钟永侯走动更多一些。那秦良呢？他的船难查得如何？从药王谷到荆州的水路可不只有一条，我们的人手都在调查沈毅的踪迹。若是重新调派人手，属下怕会影响到靖王案的进程。如今只有沈毅能够证明瑾妃并非为晋王兄所杀，我不信他那样的人能够做出畏罪潜逃的蠢事。全力追查沈毅一家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至于这个秦婉，我亲自查。这秦九娘子可是大长公主的救命恩人，为什么要突然查她？为了用她。她若清白，
定会成为我们追查晋王凶案的一大助力。但你相信，一个久居幽谷的孤女，能辗转千里扶灵归乡，寄人篱下，却又宠辱不惊？她方才着重观察安阳侯府女尸，怕是别有用意。我要用她，就不得不防。那你到底是要用人家，还是防人家呀？你管这么多干什么？你对她有意啊？哎，别，我对这种挑尸身跟挑肉一样的女人，我可没没享受。军报拿上。是。吴姐姐，六姐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不知道人家看见你就晦气吗？不知六姐姐说的晦气是何意思？九妹妹，六妹妹虽是庶出，可也是你的姐姐，你怎可这般与长姐说话？我只尊重自重之人，与嫡庶无关。你别装傻，你当真不知道霍夫人本来最相中吴姐姐的，若不是你一回来就惹得她不高兴，那天怎会闹到当众退婚？现如今吴姐姐和霍哥哥的婚事也落了空，咱们秦府女儿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六姐姐，姐妹议嫁这种话可不能再说了，免得让别人听见了，以为咱们秦家女儿喜欢抢别人未婚夫婿，这么不自重呢。你说谁不自重呢？秦九，你别以为你有个大长公主撑腰就可以无法无天，一个重病缠身的老太太能给你做几天的靠山？待大长公主一命呜呼，我看你大胆！是谁竟敢在此信口雌黄？是他。张嘴！放眼大周，谁敢对我祖母不敬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光天化日下，竟敢诅咒他老人家！美女不敢，美女只是一时心急，说错了话。既然不会说话，要舌头有什么用？把他舌头割了！郡主饶命，美女再也不敢了。祖母，你救救我吧！且永宁郡主息怒，都怪老妇管教无方，才教出这等大逆不道之女。求郡主念她年幼无知，饶她这一回，老妇定按家法严加处置，以儆效尤。求郡主开恩。按秦氏家法，该如何处置？忤逆不敬宗祖，杖80，禁足2月。80太多了，会死人的，20吧。啊，谢郡主开恩，拉出去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救救我！吴姐姐，你听我说句话吧！母亲，吴姐姐，母亲。啊，谢郡。祖母还等着你过府诊治呢，这都耽误一会儿了，咱们快走吧。母亲，走。祖母怎么睡得这样沉？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施酒后沉睡有助气机恢复，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你不是说祖母只要过了7日之危，病势就没有那么凶险了吗？大长公主风邪入肝，又因昨日命案，惊恐忧思，导致气血扰乱，风邪入身。祖母几乎一夜未睡，一会儿她心疼宋柔死得惨，一会儿又担心宋国公潘瑶闹事，害得兄长丢了性命。
再牵连上安阳侯府的名声，不到天亮就撑不住了。心为情志之主，若大长公主的心结不除，长此以往，恐要事难移。可是霍知府刚刚才接手命案啊，再快也要月余才至分晓，祖母这身体怎么撑得住啊？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郡主容禀，除了医术，我喜欢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还不会好好走路？哪有？民女见过世子殿下。听闻九娘子善勘验之术，不知与九娘子自己的医术相比如何？民女从未和自己比过。不知孰高孰低。你既不知自己本事深浅，我又如何将关联重大的心腹案交托于你？依从医者之心，大长公主病在情志，我也想尽快让她老人家安心。二从我私心，比起小医仙，我更想当仵作。这次是我难得的入行契机。所以比起肉身之病，你更愿医治人心之病？我就是觉得你说的那句话特别厉害，所以才和七哥说了。是，医者只能救肉身，而仵作之术却能除奸惩恶，警窥绝龙。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帮你，但需要你亮相之时，别给我丢脸了。我七哥就这样，总不能好好说话。走，我不跟他计较。下官参见殿下，参见永宁郡主。霍知府不必多礼。啊，这位娘子好像昨日见过。这是秦府的九娘子秦婉。啊，民女见过霍大人。原来是秦府的九娘子。九娘子对心腹案颇有心得，希望能助府尊一臂之力。九娘子，既已见到知府大人，不如有话直说。元宁，大人可找到死者的头颅？尚未找到。那可勘察过喜轿？本官派人里里外外搜查了3遍，把喜轿拆成了木条，也没有找到头颅的踪迹。霍大人，可否准许民女看看仵作的验状？验状是官府公文，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的。无妨，给他看看。是。这验状上为何没有检验尸身的记录？既未找到头颅，为何就确认死者就是心腹宋柔？啊，心腹不是宋柔还会是谁？也许是宋国公不想嫁女，送来的替嫁女；也许是凶手为了扰人耳目送来的无头女尸。眼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死者就是宋国公府唯一的嫡女宋柔。宋家的卫父卫已确认了，那卫父卫又是如何确定？啊，这怎么会有差？在抓到行凶人之前，任何与死者有关的宋家人都有嫌疑，其供述皆不可信。为确认死者身份，请霍大人尽早检验尸身。常人尚不愿伤损尸身，何况死者身份尊贵，岂容仵作那等建议亵渎？仵作虽属建议，但勘验却是死生出入之全余，直往屈身之机阔。他人如此草率断案，就不怕狱情有偏，枉生冤案吗？你简直就是信口雌黄！
殿下，下官为官多年，可从来没有判过冤案呢。霍知府多虑了，九娘子并非此意。民女确有此意，殿下不必为我遮掩。刑狱之事，岂容闺阁女子妄言？九娘子，请自重啊！刑律先贤曾有云：狱情之事，多起于发端之差。沈一大人曾在大理寺校正洗冤录中引用诸多实录，验证了勘验之中。如今尚未确认死者身份，大人就要草草推断吗？沈一，那可是轻犯，早被判定满门抄斩。你把这种不忠不义之人设为典范，未免太过不智了吧？秦婉乃深宅女子，不懂朝廷风云变化，只知大理寺校正洗冤录乃沈一大人的心血之作，也曾作为刑部典籍，推广至各州县主官学以致用。想必大人也曾拜读过吧？那又如何？民女世事不忍，见行凶人欺大人心善，而操弄法度。若大人不怪民女僭越，民女愿助大人查清死者死因，以安民心。你真的能行吗？九娘子有医仙之名，查明死因不是难事。霍知府若别无他法，又何不让他试试？义庄正好有一桩命案，可以让他去试一试。倘若他真的能行，我便让他去查心腹案。徐仵作，林大兴被工头魏武活活打死，为何只检验了死者尸身，并未探明尸身脏腑是否受损？就此推断，死者是死于隐疾。徐和入行资历尚浅，至今未曾剖验过尸首。你不会剖验，怎么做都不做？您不是跟我说，像您一样，不用学吗？那魏武供述的打斗过程与仵作勘验的完全一致，没有致命外伤，就一定有隐疾啊！那没有必要剖验嘛。既然死者死于隐疾，那病灶在何处？我堂堂一个知府，怎么会知道？大人确实不必知道这些。我既提出要复查死因，自然会负责到底。如何复查？我要亲自剖验尸身。什么？弄这些是做什么用啊？服下香丸和苍术水，是为了去除尸臭，防中尸毒。点燃干松是为了避讳。服下一口。